大家好，我是凡妮，欢迎回来收看 Vannie's Baby Steps。那最近有一个超级火的概念，就是隐形贫困人口。那一般大家都会觉得啊，如果你在香港工作的话，消费应该很高，但是你应该赚得很多吧之类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大揭秘一下，像我们这种在香港生活的内地人，到底是不是隐形贫困人口呢？好，那首先租房，因为我们在香港没有房子啦，所以呢，租房呢，平均的水平大概是4000到7000，好像这个范围有点大，算5000好了。那现在5000呢，说的是港币，而且呢，基本上是属于你要跟1到2个人合租的情况。那香港的房子呢并不算大，就是一套房基本上就大概30-40平米这样子，所以每个人的房间呢其实是很小的，就是一个在内地可以租一套房的价格，在这边呢你就能租一间4平米的小房间。所以呢，也再次替广大的港漂孩子们，向内地的朋友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们来找我们玩，我们都说可能你还是要自己订酒店的房间，就是因为我们的房间太小啦。那另外呢，民以食为天嘛，所以一定就是每天都要吃饭的，午饭跟晚餐加在一起，那一天至少100块港币是跑不掉的。那一个月基本的吃饭大概就要用3000块。除了每天日常吃饭之外呢，相信大家还是有很多朋友啦，有社交跟聚会的一些情况，每个月大概5次，平均每次花销300块的话，那一个月出在社交上的费用呢也有1500，交通费那算平均会是25块港币吧，那这样30天下来呢也要750块。另外再加上电话费啦、水电费等等杂费的话呢，那一个月基本上要给至少300块到400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休闲活动，比方说在香港电影院一般看一次电影呢，至少要70-80块港币左右。那另外再买一些书啊等等的，那一个月500块，休闲的费用是跑不了咯。另外还有运动，多人他会加入健身房啊，包月的费用，那最底至少也是要700块一个月。最后就是买啦，那买的话呢，一个月我算你3000块。每个人基本上每个月一定都会花出去的金额加在一起就已经15000港币啦。那所以呢，香港的隐性贫困人口多不多呢？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收入吧。正常新人入职的薪资大概是在12000到15000左右。那往上再走呢，就是中间经过跳槽啊、加薪等等的，那基本上就可以到20000到25000左右。那再往后的水平呢，就是差别非常的大了。那当然，刚刚所讲的这些呢，就是普通的白领，不包括任何金融业的人士。因为现在在香港呢，金融业人士的那个薪资是非常高的，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啦，因为他们这样就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活得蛮好的。传媒业呢，起薪是尤其的低，基本上呢只有12000港币左右。那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传媒业的小伙伴们毕业之后，其实基本处于待不下去的状态。因为按照我刚刚那样说，如果你不想自己过得特别拮据的话呢，基本上是倒贴钱，或者是每个月绝对是月光，而且没有办法享受任何的 extra 的东西，就是比方说你要去旅个游，可能就没有钱了。但其实呢，说实话，我身边的所谓的隐形贫困人口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掌握了2个方法，一个就是开源，一个就是2个大的方法，一个就是开源，还有一个就是节流。首先第一个节流的方法一定要记账，朋友们，这个主动记账跟你一个月花完钱之后去看一下自己的账单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我自己用的是鲨鱼记账还是鲨鱼账本之类的吧，然后那个 app 呢，它会帮你分析，就是你可以自己设置不同的项目，就是收入跟支出，它可以设置提醒的功能。那我自己设就是每天好像8点，就是你下完班之后吧，
然后它就会提醒你哦，今天有没有记账呢？我把我每个月大概会需要花出去的钱都算了下来，然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每个月要存多少钱的目标，根据那个他提供的图表去看一下哦，自己哪一部分花的比较多，那他就会在你花钱之前有意识的提醒你。我是非常相信数据的一个人，那当我看到这些有数据的参考，然后有图表的分析，我就觉得简单易懂，又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你要在哪个地方停止花钱了。所以我非常推荐主动记账这个方法给任何就是想要尝试着节流的孩子们。那第二个节流的方法呢，就是培养广泛的审美情趣。很多时候呢，我知道女生就是非常的喜欢买，但如果你钱呢是像我这样子，我是给自己有一定的预算，不是想花多少就花多少的人呢，培养更广泛的审美情趣。比方说，不会只知道那一些大家特别推崇的一些超出自己消费能力外的东西，从贵价精致到物美价廉的东西，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择。第三个，它未必让你花更少的钱，但是我觉得让你的钱花得更聪明的方法，就是有选择的去买贵的东西。简单来说呢，就是哪些可以省，哪些不能省。比方说我自己觉得不能省的东西，就是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是有帮助的东西，我是一定不想要省的。然后健康啊，就比方说我不可能为了包包，然后我每天只吃泡面，就这件事情在我的消费观里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一定要让我自己吃得健康，吃得饱，还有吃得开心。那所以呢，一个恩格尔系数非常高的人就是要有取舍。另外呢，关于健康，就比方说你生病了，你一定要舍得去花钱看医生啊，可以长时间使用的好品质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些是值得去投资，值得买贵的，即使别人看不到。当然啦，因为消费观这种东西，其实每个人自己开心就好啦。如果呢你喜欢月光，甚至喜欢借贷，然后你觉得没有压力，你过得很开心，也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的话呢，就是你就开心的这样过下去就好了。好啦，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么多，记得关注啦。5月一定会对大家好一些的。